很多中国客户在土耳其买了房，办了居留，甚至拿了护照，第一反应都是：我是不是得把全球收入拿到土耳其报税？答案有点反常识，不一定。拿护照本身并不会自动让你变成土耳其税务居民。先埋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才决定你的税务身份？答案在避坑环节。别小看这层判断，判错了，你在中国、香港的经营、租金、股息本来不用在土耳其申报，却被算了进去，也可能反过来，你以为不用管，结果漏了报。站在哪一边，直接决定报税义务的大小。先说最核心的，什么情况下会被认定成土耳其税务居民？本文写作时，根据土耳其所得税法，主要看2点。一是你在土耳其有没有住所，土耳其语叫 ikametgah； 二是你在一个日历年内，在土耳其停留有没有超过183天。关键是这2个条件并列，满足一个通常就够。有没有例外？有。因公出差、就医、求学这类临时停留，特定条件下可以不计入183天，但属于例外。记住，判的是税务身份，不是移民身份。那当上税务居民和不是，差别有多大？差在纳税范围。税务居民就全球收入纳税，非税务居民原则上只就土耳其境内来源的收入纳税。被认定为居民，你在中国、香港的租金、股息、资本利得，原则上都得纳入土耳其申报。那大家最关心的来了，拿了护照或居留，是不是就自动成了税务居民？不会，看的是住所和停留天数这类客观事实，不是你手里哪种证件。你可能持护照，却常年不在土耳其，不构成居民，也可能只有居留，却因长期实际居住被认定为居民。还有个更现实的，拿了土耳其身份，我的中国税务居民身份还在吗？多数情况下仍然在。根据中国个人所得税法，在境内有住所或1年内居住累计满183天，都属于中国税务居民，要就全球所得纳税。所以很现实的一种情形是，你在某个年度同时符合中土2国的标准，形成双重税务居民。这不是错误，但要用2国间的协定来协调，避免同一笔收入被2边重复征税。怎么协调？靠中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。当你被2国同时认定为居民，协定通常用一套加比规则，逐层判断你归属哪方，看永久性住所、重要利益中心、习惯性居所，直到国籍。对跨境收入，居民国一般会对你在来源国缴过的税给予抵免。那土耳其个人所得税怎么征？累进税率，按收入档次分级。本文写作时，根据所得税法，综合所得税率区间大致从 15% 起，最高约 40%。但具体档次每年可能调整，请以当年官方标准和顾问核实为准。还有个很实用的点，不管你是不是税务居民，买房、开银行账户、报税之前，通常都得先办土耳其税号，也就是 Vergi Kimlik Numerasi， 这往往是流程第一步。再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变量 CRS， 中国和土耳其都参与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。你在一国金融机构的账户信息符合条件时，可能被交换给你税务居民所在国。靠2边都不申报来规避，风险越来越高。好，回到开头埋的问题，到底什么决定你的税务身份？答案就是住所和停留天数，不是你手里的证件。这也正是中国客户最容易踩的坑，实务中反复出现3类。第一，以为拿了护照就得在土耳其就全球收入报税，或反过来以为拿了护照中国就不用管，都不准确。第二，忽略停留天数累计，出入境频繁的人常没察觉自己已接近183天线。第三，买房收租时才发现没税号，没做申报安排，流程卡壳。稳妥的做法是，在做入籍、居留或购房决定之前，就把居住模式、
收入结构和两国身份摊开来一起看，而不是等出了问题再补。如果你正在规划土耳其身份、购房或跨境安排，想先把税务居民身份和中国这边的纳税义务厘清，欢迎到主页了解更多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全中文团队，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给你中文书面汇报。当然，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。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